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理查老师，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、脸书还有 Twitter，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。老师发现一件事情，Twitter 的那个 icon，它的标志好像变了，对不对？Twitter 本来是一只鸟，现在变成 X，对不对？你们如果有用 Twitter 的同学，好像应该有发现这件事情吧？Twitter 的标志变成了一个 X，很好玩啊。好，那么欢迎各位同学，今天是我们的直播课，今天是2023年的7月24号，今天是星期一。我们今天来学习新 HSK 第4集的词汇。对 Nary 说是的，老师 Twitter 的标志已经变成了一个 X 了，对不对？不是鸟了，以前是一只鸟哦。好，我们先来练习一下中文的数字。今天理查老师跑了几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11177，好，我们再看一遍。11177，好，中文要怎么说？11177，好，哇，今天好多同学哦，欢迎大家。欢迎大家来参加老师的直播课，也谢谢各位同学的支持。每天晚上，理查老师都会陪着大家一起学习中文。好，Norbert 裴静11177步，很棒。罗珊11177，好。佩霞秀芝11177步，答对了。Jonathan 11177，很棒啊。好 ，C 同学，还有我们的风 No，好，还有，哎呦，雷曼来了，雷曼说11177步，阿里还有 Richard 11177步，好，这个佳妮跟这个月莹都答对了，很棒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来上课吧。今天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4集的词汇。好，立新还有 Charles，欢迎大家。还有这个 Minerva，欢迎 Sierra，欢迎，还有素英，好，欢迎各位同学。那么我们来学习3个单词。第一个，度过，度过。第二个单词，锻炼，锻炼。第3个单词，训练，训练。好，我们先来看度过这个单词啊。什么叫度过？度过的意思是把时间花费在什么东西上面，花费时间在某一件事情上面，这个叫度过。英文是 to spend， 特别用在时间还有假期 holidays， 假期。所以我们中文常常会说度假中文会说度假 like spend holidays， 这个是很常见的词汇，度假 spend holidays。对，今天老师跑的比较多步了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例句。他在瑞士度过了整个夏天。好，在瑞士 in Switzerland 度过，表示他花费时间在瑞士。那通常我们说度过你觉得他应该是度假，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应该去瑞士度假了，去 spend holidays 好，所以他可能去那边欣赏风景，可能在那边待在海滩上面所以度过了整个夏天。整个表示一整个 the whole 全部的意思，整个表示全部 the whole 夏天 summer。所以各位同学，这句话说度过了整个夏天，夏天是时间，对不对？Summer is time, right？好，那如果你用度过的话，老师的感觉是他应该去瑞士度假了，所以这个花费时间通常是轻松的，
去那边玩，去那边旅游的感觉哦，度过了整个夏天。好，郑红欢迎哦。好，他在柬埔寨度过了整个雨季，很好，这个句子很棒哦。Hello，欢迎蓝墨。好，OK，好，各位同学，你在学习中文的时候会遇到两种度过。我们今天学习的度过是没有水字旁的。各位同学，你看到另外一个度过，它是有一个 water 水字旁的哦，它有一个偏旁是水字的，不过它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啊，意思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度过跟这个度过不太一样。那有什么不同呢？老师告诉你，这个度过通常是度过时间，度过假期 holidays，度过一生 your whole life，spend your life on something。好，所以度过时间，度过假期，度过一生。如果你用这个度过，记得要加时间啊。那这个度过，因为有一个水字旁，有一个 water 水字旁，所以它跟水是有关系的。如果你说这个渡过，表示你渡过河流，like cross the river，渡过一定要跟 river or water 跟水有关系的，跟河流有关系的。如果你渡过河流，这个叫cross the river，渡过河流。所以这个渡过是跟水、跟河流有关系的啊。比如说我们说渡河，表示你 cross the river，河就是 river。那渡轮，什么叫渡轮呢？渡轮的意思就是你坐这个船，这个船可以带你通过这条河，那么你坐的就是渡轮，英文叫 ferry。对，没有错，三点水的，它是三点水的部首啊，部首。还有一点就是，除了水之外，我们还可以度过困难，度过困难表示 survive the difficulties，度过困难。特别注意这两种度过接的宾语是不同的啊，接的宾语是不同的。好，那么我们来做题目，他在一生度过了自己的贫民窟。好，各位同学记得这个度过一生是用这一种哦。好，贫民窟是什么意思？贫民窟里面住了很多贫穷的人，他没有钱，所以他必须住在贫民窟里面。贫民窟里住的都是没有钱的人，很穷的人，或者是乞丐哦。贫民窟。好，请问答案是什么？他在贫民窟度过了自己的一生。好，Charles，他在贫民窟度过了自己的一生，很棒。好的，答对了哦。他在贫民窟度过自己的一生。好，答对了。好，他在贫民窟度过了自己的一生。好，塔尼亚说克服哦，度过跟克服有点不太一样。克服是英文的 overcome，度过是 like you survive. Maybe you do not really try very hard. Okay, but 克服 you really try so hard to overcome. Okay. 好，他在贫民窟度过了自己的一生。Richard 说，他上个礼拜为了工作在香港度过了整个星期。可以，这个句子很棒哦，很好。OK，好的，那么我们再来做一题。这个题目的度过不太一样，因为莱茵河是一条河流，所以我们要用这种度过。哦，好，我们做题目，莱茵河度过。他坐渡轮，好，这艘船就叫渡轮，这是渡轮的英文哦 ferry。好，OK，请问答案是什么？好，注意我们用的渡都是这种有三点水的渡哦。好，他在贫民窟度过了自己的一生，很棒。好，那各位同学，你们知道莱茵河吗？莱茵河在欧洲，莱茵河也被称为是欧洲的母亲河 ，It's like Mother River，母亲河哦。好，
莱茵河。宋平说他坐渡轮渡过莱茵河，很棒。好，裴静他坐渡轮渡过莱茵河，很棒。好的，贫民窟的，对对对，诶，雷曼，你还有在看卓越啊？好，贫民窟的反义词不是豪华区耶，我们说富人区吧，富人区啊，富人区就是有钱人住的地方哦，富人区。贫民窟的相反，我们可以说富人区，就是有钱人住的地方啊、哦。好，Hardwin 他坐渡轮渡过莱茵河。Hardwin，我的渡有3点水哦。好，秀芝他坐渡轮渡过莱茵河，我要3点水哦。好，立新他坐渡轮渡过莱茵河。好，你们的渡要记得像正红这样加3点水哦，3点水。好，OK，没问题。对，这个莱茵河有经过德国，也有经过法国，还有荷兰，哦，这个叫莱茵河。对，德国的莱茵河很棒。对，富人区很好。好，我把这个图放大一点。这里是莱茵河，莱茵河有流经荷兰、德国、法国、瑞典还有奥地利这几个国家哦，所以莱茵河是欧洲的母亲河 （Mother River）。好，这个河是很重要的一条河哦。老师刚刚说流经，表示 like flow through 好，flow through these countries，流经这些国家，荷兰、德国、法国、奥地利，还有瑞典。诶，不是瑞典吧？是瑞士。诶，他写错了，应该是瑞士，不是瑞典，瑞士。好，杜塞。好，OK，我们再往下看。他这个图写错了哦，这边应该是瑞士，不是瑞典 （Switzerland），对不对？莱茵河有流经瑞士啊，不是瑞典哦。好，OK，没问题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做一题：老李破产度过了的危机，最后，好，各位同学，什么叫破产？破产通常指的是一个人、一个国家或一个公司倒闭了，没有钱了，所以倒闭了 （bankrupt）。可以用在人、公司，甚至是国家身上哦，表示这个国家、这个人、这家公司没有钱了，破产了。好，那因为危机是一种困难，所以我们要用这种度过，有3点水的啊。危机是一种困难，所以是度过了困难。最后表示 at last or finally，最后。好，请问答案是什么？是瑞士哦。好，OK，对，是瑞士哦，也流经瑞士。裴静说，老李最后度过了破产的危机，很棒。这里的危机是一种困难，所以我们用这种度过哦。好，这种度过跟水有关系，跟河流，还有跟困难有关系哦。好，林子，老李最后度过了破产的危机。好，罗珊，老李最后度过了破产的危机。好，Jonathan，老李最后度过了破产的危机。好，Metia 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晓得耶。好，老李最后度过了破产的危机。好，OK，大家都答对了，宋平也答对了哦。月莹，老李最后度过了破产的危机，很棒。好，那各位同学，现在理查老师呢来考你一个题目。这个句子我们应该用 do 还是用这个 do？好，你想想看哪一个答案？等一下告诉我哪一个 do 是对的。出差看不到老婆。好，比如说郑红，他去冰岛出差，他看不到老婆，老婆在加拿大，他会想老婆。
所以真是度日如年。好，这是一个成语，度日如年。日表示一天、两天，就是日子。这里的日就是天的意思啊，这里的日是天。好，表示呢度过一天，好像这个如就是 like such as，好像一年。所以这个度日如年是一个很常用的成语，表示你度过一天，就像度过一年，就像度过一年那么久。所以各位同学，你觉得这个度应该是哪一个度呢？猜猜看好吗？好，有人觉得是三点水的，有人觉得是这个度。好，度日如年。好，度日如年。好，宋平觉得是三点水的。对，好像一天就好像等了一年看不到老婆，我好想老婆。我一天看不到老婆，就好像一年那么久，表示我很想我的老婆，我好想赶快看到我的老婆。好，度日如年。好，那各位同学，老师告诉你哦，这个日跟年都是 time，对不对？都是时间，所以我们要用的是这个度，度日如年。好，呃，如果你很想一个人，你很久没看到他，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哦，一天就好像一年那么久，这个叫度日如年。请各位同学用这个度，这个才是对的啊，度日如年，这是正确答案。好，真是度日如年啊！我看不到我的老公，好久没看到我的老公，我好想他哦。一天没看到，就好像一年没有看到一样那么久啊，这个叫度日如年。好，这个成语很常用，请你记起来。好，因为日跟年都是 time，OK，都是 time 的意思哦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C 说湄公河流经中国、泰国、越南、老挝、缅甸和柬埔寨，很好的句子，流经 pass through，pass through 啊。出差看不到老公，好爽啊，好开心呐、对啊，年跟日都是时间啊，答对了，很棒。好，慧君很好。好的，各位同学，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，叫锻炼。好，你们常常去健身房锻炼身体，对不对？什么叫锻炼？锻炼就是让你身体很强壮的运动。强健就是让你的身体强壮的意思啊，强健身体的 exercise 运动。好，啊，英文叫做 to toughen。好，各位同学，如果你想要让身体健康，如果你想要有肌肉，你想要有 muscle，你想要有肌肉，你会去健身房锻炼身体。我们可以说锻炼身体，like train not train exercise your body。OK，锻炼身体。你也可以锻炼自己，like exercise yourself。中文可以这样说：锻炼自己，锻炼身体，锻炼自己，还可以锻炼你的 willpower，锻炼你的意志力。好，中文可以说 exercise your willpower。我们可以锻炼意志力，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常常锻炼你的意志力，那你做事情会坚持下去，你会努力的达成自己的目标。如果你的意志力很强的话，你会努力的去达成自己的目标。你的 willpower will be strong，你的意志力会变得很强大。如果你常常锻炼意志力的话，你做事情会坚持下去啊，锻炼意志力。没有爱好的日子，真是度日如年。啊，对，三点水的度表示走过或通过河流啊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好，我们来做题目。他每天都会去健身房锻炼身体。好，各位同学，为什么我们会用都呢？因为这里有个每天。我们如果看到每或看到大部分，
这样的词，我们会用都，都是用来强调 every or most in Chinese. We often use 都 to emphasize every or most of. So when you see 每 oftentimes we'll add a 都，每天都 like every day you will always do something. OK， 好，去健身房 go to the gym. OK， 去健身房锻炼身体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他每天都会去健身房锻炼身体。好，对，锻炼意志力很好。各位同学，老师想要问你，你有没有去健身房锻炼身体呢？有的人会在家里锻炼身体，有的人会去健身房锻炼身体。每个人锻炼自己的方式不同，每个人锻炼自己的方式不一样啊。好，理查老师没有去健身房锻炼身体，理查老师会在家里锻炼身体。好，我们可以锻炼自己，勇敢度过自己的困难。好，这个句子 OK，没问题。好，我们往下看，健身和锻炼。好，那这个健身哦，兰墨一般我们说健身，通常你要有一个，like 你要有肌肉，对不对？啊，健身的人一般他都会把肌肉练出来，哦，这个健身啊。那锻炼是不一定，锻炼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啊的方法，在身体肚子上涂油就可以涂冰啊。Richard 常常锻炼自己，很棒，对，都是用来强调大部分或每个。宋平在家里锻炼身体，非常好啊。一般我们说健身啊，通常是男人会健身了，一般是男人会健身，但是男生女生都可以锻炼身体，男生女生都可以锻炼身体啊。佳妮偶尔去健身房，一般她都在家里锻炼身体，很好。佩霞也在家里锻炼身体。好，有没有人是在健身房锻炼身体呢？老师发现有很多学生，他每天都去健身房锻炼身体。像雷曼，他会去健身房健身，他想要练出肌肉。想要练出肌肉的人，这个叫健身 （body build），body build 健身啊。月莹会在公园锻炼身体。好，你也可以说我会去公园运动，你也可以用运动哦。好。罗珊没有去健身房，因为他觉得会员费太贵了。我们学过 membership fee 会员费，会费太贵了，所以罗珊都在家里锻炼身体。好，春娇说每天都很忙，哪有时间去锻炼身体？好，没问题。好，我们来做题目哦。不过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锻炼跟训练有什么不一样。如果是体能上的，或者是意志力 willpower 的训练，这两个词汇的意思是一样的。If you talk about the training about your physical energy or willpower, they're synonyms，它们是一样的啊。如果你讲的是体能或意志力的，锻炼就是训练的意思，但是训练有更多的意思，就是 military 军事上的训练 military training 可以，我们不能说军事上的锻炼。好，所以锻炼可以用在 military purpose 军事的，还有运动的训练。好，运动的训练也可以比如说我们可以训练篮球，可以训练棒球，对不对所以是运动上的。还有技能上的，比如说我们训练我们的中文听力，我们训练我们的中文口语。It can be it can be like talk about skills. OK，所以各位同学，如果你练习英文的口语，我们要用训练，不能用锻炼。锻炼一定是体能上的，或者是意志力上的。训练可以是军事上的、运动上的跟技能上的训练。而且老师告诉你训练通常有一个 long term purpose，有一个长期的目的。
训练一般来说有一个长期的目的，长期的目的。好，各位同学特别重要哦。如果你说训练，一般有一个 long-term purpose，有一个长期的目的。比如说，我们如果训练自己的中文口语，表示你想要把中文口语练好。老师，我想在3年内把中文口语训练好。Oftentimes, when you use 训练, you will have a long-term purpose，你会有一个长期的目的。所以训练通常是长期的，锻炼是it's not about the long-term purpose. OK，好，那么我们来做题目。训练是有目的性的 with a goal, with a purpose, oftentimes。好，秀芝在做训练中文的听力。好，请问答案是什么？好，秀芝在做不对不对，练出肌肉。好，我在健身房锻炼身体。好，塔尼亚会去健身房。OK，Norbert 说秀芝在做，好，各位同学来训练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是动词，也可以是名词。锻炼一般来说是动词，不当名词用啊。训练可以当名词哦，训练可以当名词哦，它也可以当动词。OK，好，特别注意，锻炼一般来说不当名词哦。好，我在健身房锻炼身体，很棒的句子。好，中，秀芝在做不对，不对。好，来，林子答对了，秀芝在做中文的听力训练。对的，训练可以当名词。OK，training，listening training。OK，训练 can be a noun。林子答对了。好，佳妮也答对了。秀芝在做中文的听力训练 （listening training），很棒。好，好的，我看还有谁答对了。对，长期的目的哦。好，虽然我去健身房，但是没有效果。塔尼亚说我没有肌肉，我没有肌肉。好，我每天都在家里锻炼身体，非常好。好的，好，来，秀芝在做中文的听力训练，训练可以是名词 training，listening training。好，答对了。好，对，听力训练，答对了，听力训练，听力训练哦，好，没问题。汉奸听力训练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再来做一题，这里用锻炼，因为呢，老师讲的是体能上的 physical energy, physical condition。OK，physically training。好，自己锻炼，经常田亮。好，田亮是我们的同学，他好久没来上课了哦。因此身体很结实。好，各位同学，因此就是 thus as a result。好，因此就是所以的意思啦，其实因此身体很结实。好，结实就是强壮的意思。如果我说雷曼的身体很结实，表示雷曼的身体很强壮。好，那么我们一般会念成结实。好，结实不会念结实，结实。好，一般会这样念啊。因此身体很结实。好，如果我说你身体很结实，一般是用在男人身上，男生很结实，表示他很强壮，他有肌肉，很强壮，叫结实。好，请问答案是什么？好，田亮经常锻炼自己，很棒。田亮经常锻炼自己，答对了。好，郑红，田亮经常锻炼自己，因此身体很结实。好，很棒哦。好，田亮经常锻炼自己，因此身体很结实。好，Jefferson 答对了。好，所以各位同学，我们可以说锻炼身体，锻炼自己，
锻炼意志力。好，这是常用的词汇，锻炼意志力，锻炼身体，锻炼自己，很常这样用哦。好，各位男同学，你觉得你结实吗？如果你常常锻炼自己的话，那么你的身体会很结实。你的身体很结实吗？好，OK，好，答对了哦，很棒。好，那么我们再往下看。好，我们再来做一题哦。为了打胜仗，好，打仗就是 have a war，have a battle，胜就是 victory，打胜仗就是 win the battle 打胜仗 win the battle，win the victory。为了就是 in order to，为了打胜仗，为了要赢得这次的战争，为了打胜仗。好，这个蛮重要的哦，win the victory，打胜仗。好，必须受到训练 training。好，军队 military，OK，严格的。好，军队其实是 troops 的意思了哦，troop 军队，严格表示serious strict 严格表示很严厉，每天都要做。好，理查老师对你们很严格，表示理查老师要求你们要很努力学好中文。理查老师很严格，理查老师的要求很多，要你们一定要把中文学好。理查老师很严格。好，受到就是 receive receive。好，OK，请问必须就是 have to must。好，必须哦。好，请问答案是什么？为了打胜仗，军队必须受到这个雷曼，你的错字也太多了吧？好，为了不是大胜仗，是打胜仗军人必须受到严格的训练。好，很棒。好，为了打胜仗，军队必须受到严格的训练。什么叫严格的训练？表示他们每天都要做很多不同的锻炼跟这个体力的训练。OK，严格表示要做很多次，非常辛苦，叫严格的。好，为了打胜仗，军队必须受到严格的训练。好，很棒锻炼我的耐力，可以这样说，锻炼耐力可以的。好，好，没问题很好，你们都答对了。为了打胜仗，军队必须受到严格的训练。对，通常需要做剧烈的运动月莹说：“我觉得理查老师没有很严格他很热心教我们很多有趣的华文好，没问题。新莹，军队必须受到严格的训练。好 h a r t o n o 军队必须受到严格的训练。好，很棒。好，来，各位同学，广告时间，请帮老师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如果想支持理查老师的话，每个月$2，请老师喝咖啡，记得要支持老师支持老师。好，OK，我们要来考试喽。来，第一题，度过、锻炼、训练。好，各位同学，还有一个重点就是锻炼的练跟训练的练是不同的字。这个练是火字旁，这个练是密字旁，所以你在写汉字的时候特别注意锻炼的练跟训练的练，它的写法是不同的，它的 radical，它的部首是不同的。这个是火字旁，这个是密字旁，所以特别注意不要写错了，不要写错了好，熊在洞穴冬眠，寒冬。好，洞穴，什么叫洞穴 ？Cave，这里就是一个洞穴，这里是一个洞穴，在洞穴冬眠。什么叫冬眠？冬眠就是有一些动物在冬天的时候，它会躲起来睡觉，它不吃也不喝，它在睡觉。冬眠，整个冬天它不吃也不喝，它就躲在洞穴里面睡觉所以这个叫冬眠。
冬眠。好，寒冬就是寒冷的冬天 ，cold winter，寒冷的冬天。好，各位同学，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？度过，很好。熊在洞穴冬眠，它不吃也不喝，它就在洞穴里睡觉，冬眠啊，度过寒冬，度过寒冬，答对了，度过寒冬。好，度过啊，度过寒冬哦。好，OK，没问题，答对了，度过寒冬。好，很好。好，我们看第二题，Number two，度过，锻炼，训练。好，这只狗什么后成为优秀的导盲犬？好，后就是 after，成为 become，优秀的表示很棒、很好的 excellent，优秀的导盲犬。好，各位同学，什么叫导盲犬？就是有的人看不到，看不到的人，我们中文叫盲人。哦，我们叫盲人。盲人就是他看不到，他的眼睛瞎了，他看不到。这个人叫盲人。盲人因为看不到，他需要一只狗帮他带路，这个叫导盲犬。他需要狗帮他带路哦。好，这样的狗非常的好，它知道怎么带路哦，所以这个叫导盲犬。导盲犬。好，请问答案是什么？这只狗锻炼后啊，正红，那变成这个狗会，这个狗会做体能训练。如果用正红这个锻炼，表示这只狗每天在这个举哑铃，每天在练肌肉，不对，我们不能用锻炼啊，我们狗是要训练，你要 train the dog，not exercise the dog，right？好，对，训练。这只狗训练后成为优秀的导盲犬。好，这只狗训练后，答对了，训练后。好的，各位同学，训练可以是 military，可以是 skill，so it's a kind of like skill. You train the dog the skill of guiding the blunt, right? 所以各位同学，训练是 skill, sports, or like military purpose, right? 训练。And also it's for long-term purpose. So the long-term purpose is you want the dog to guide the blunt, right? So that's blunt, right? That's the purpose, long-term purpose. OK，好，我们的答案是训练啊，训练一只狗比较简单。对，你要锻炼一只狗很难吧？哦，我没有意志力1个小时不吃东西，冬眠对我来说，哦，就是塔尼亚没有办法冬眠，因为他没有办法1小时不吃东西，对不对？好，好的，没问题。我们看最后一题，度过，锻炼，训练，他靠打坐来什么什么自己的意志力。好，各位同学，靠 means rely on，其实是依靠的意思哦，他依靠。好，你可以说依靠，OK，依靠。好，你也可以说靠就可以了，就是英文的 rely on，OK，count on。他靠打坐 meditation，好，打坐。像这个女生，她正在打坐，她正在打坐。来，is like to do something，来，自己的意志力，her own willpower，好，意志力 willpower。好，请问答案是什么？锻炼，答对了，锻炼意志力。他靠打坐来锻炼自己的意志力。好，OK。所以各位同学，我们常常说锻炼身体，锻炼意志力，锻炼身体，锻炼身体。好，OK。啊，可以，你也可以靠瑜伽来锻炼自己的意志力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靠很多方式来锻炼自己的意志力。他靠打坐来锻炼自己的意志力。
好，因为打坐啊要花很久的时间，你必须呢要锻炼自己的意志力，让你自己能够打坐哦。好，他靠打坐来锻炼自己的意志力。好，OK，好的，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学习到了2种度过，我们也学习到了锻炼还有训练，希望你了解这些词汇的不同。明天我们还要继续学习新 HSK 的词汇啊。那么各位同学，我们明天见吧。月莹说沉重跟严重有什么不同？好，月莹，这个以前老师有教过哦。等一下直播课之后，我再把链接留在 comment 里面，你再去看一下以前的这个课。好，来自越南的朋友，祝老师身体健康好，谢谢你。好，都听得懂吗，各位同学？希望你们听得懂。我们明天见，各位同学晚安喽，拜拜。